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7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也是7月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7月就要过去了，8月就要开始了，希望大家把握时间学习中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我们来看一下。好，8736，今天老师跑了8736，我们再看一遍，中文要怎么说？8736。好的，8736。好，欢迎大家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而且呢，希望大家每天台湾时间、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准时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老师看到了 Simon 8736步，蓝墨8736步，非常好。还有谁？林子8736，吴亮同学8736步，裴静 Jenny 8736步。好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上课吧。我们今天速度快一点，看可不可以赶快把今天的课讲完。那么老师晚一点还要有一些私教课要上哦。好，今天我们学习3个单词，第一个叫姑娘，姑娘，你也可以念姑娘。OK， 我们有2种念法哦，姑娘，你也可以念姑娘，姑娘。好，古代，古代。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姑娘。什么叫姑娘？姑娘就是未婚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女子。好，还没有结婚的，而且呢是年轻的，不是老的女子。那姑娘其实是一个古语，就是古时候的人才会用的。那现代人会不会用呢？偶尔还是会用。其实姑娘就是小姐姐比较像我们现在说的小姐姐。那我们有时候用姑娘这个词，其实会让我们说话更有意思，人家会觉得你很有意思，你很好玩。所以姑娘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但是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姑娘真漂亮，其实这样的说话方式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会觉得哇，你这个人说话有一点幽默好玩有意思。所以偶尔在你说话的时候，你用姑娘，其实说的就是年轻女子，没有问题，可以用的。虽然这是古语，就是古时候的人才会用的，现代还是会有人用姑娘，指的就是年轻女子，年轻女子。好 OK， 我们看一下句子。这位漂亮的姑娘是我的意中人。这位漂亮的姑娘是我的意中人。好，各位同学，意中人就是你的 dream boat， 你的 lover， someone you really love。 意中人就是可能是你暗恋的对象好，谁帮我打一下？暗恋就是 you have a crush on， 暗恋的对象。意中人就是你很喜欢他，不过呢，你可能还没有告诉他你爱他这样的人叫意中人。可能你偷偷的喜欢他，偷偷的喜欢他，对，暗恋非常好。意中人指的就是 someone you have a crush on， 你暗恋的对象，你对他很有好感，你很爱他，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告诉他你爱着他这个叫暗恋，暗恋。对，可以 Simon 可以不过姑娘是更年轻的。姑娘通常指的，我觉得可能是16岁到21、22岁左右。美女的话，我觉得用到20几岁、30几岁都可以用。20几岁、30几岁可以用美女。姑娘更年轻，可能16岁到21、22，我们会叫她姑娘，年轻的女子。而且你用姑娘的话，我们会觉得你说话特别有意思
好，那么你们有没有意中人呢？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你在上学的时候，哇，你发现这个男生好帅，那个女生好美，然后你就偷偷的喜欢他。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就是你的意中人。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意中人，你每天都在想他，你很希望能够跟他成为一对恋人，一对很好很好的朋友，对不对？不晓得你有没有意中人呢？好，OK。这位漂亮的姑娘是我的意中人。当然，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能有意中人了啊！你的意中人只能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啊。很多同学说，我没有，我没有意中人。哦，Betty 有诶。啊，好好的，我们看一下古这个词汇呢，就是 old、ancient。古的意思是古代的 ，in ancient times，古时候的、古老的。不过古这个字，我们通常用来形容东西或物品。那么，而且呢，它只可以用在名词的前面。什么意思呢？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说这个东西很古，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古书 ，old book 可以 ，ancient book，这是一本古书可以放在书的前面，所以古这个形容词只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不可以说这本书很古，不可以所以特别注意，古只能用来形容名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古书古代的硬币我们说古钱 old money ancient money， 所以古加上一个 noun， 古加上一个 noun 只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特别注意可以意中人或心上人都可以，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意中人心上人都可以。好，我们看句子，老李喜欢收藏古董。好，我们学过收藏就是 to house， 收藏跟收集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收藏通常是更珍贵的东西，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通常是我们会用在很少、很稀少的东西上面，像古董，或者是跑车，或者是很名贵的东西，我们会用收藏像名画 famous paintings， 我们也会用收藏，或者特别某一个地方像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博物馆里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所以这个收藏特别用在博物馆这样的地方。那如果你有收藏很珍贵的东西，像古董、名画，这个当然也可以用收藏那如果用收集，我们一般是收集邮票、收集明信片等等好的，我们看一下古的相关词汇。老师刚刚说过了，古一般来说只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好，古画 ancient， 这个是 ancient painting，sorry，ancient painting， 古画，古城 ancient city。如果你到中国旅游，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城，你可以去古城里面游览，你可以去参观这些古城中国有非常多有名的古城，像西安、北京等等这些古城都非常有旅游的价值，你可以去参观，你可以去这些古城里面去旅行。好，古文，古文指的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文字，像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都会有古文，比如说像中国、印度埃及这些古老的国家都会有古文。古文跟现代的文字通常会有一些不一样古文是古代的人所用的文字好，古迹，好，古迹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物，像长城是一个古迹，很久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古迹。好，你们有时候去旅游会去这个国家去参观古迹
古迹通常呢是很特别的，而且通常是好几百年的历史这样的建筑物我们就叫做古迹。古庙可以没问题 ，ancient temple。像泰国是个佛教国家，泰国就有很多的古庙，中国也有很多的古庙。如果我们说古庙，一般来讲是佛教的寺庙古庙，很好，古董 antique， 好，古董也是一个很好的词汇 antique， 古代我在公司有意中人，但是我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接触和了解他，很好。真的吗？月莹，你这个是个例句还是真的？好，越南有很多古迹名胜，好，古迹名胜就好了。一般我们说名胜古迹就是 historical sites。好，越南有很多名胜古迹，然后我们可以去拜访。越南的时候，我们去参观这些名胜古迹土楼。好的，广告时间，请帮理查老师点赞，订阅老师的 YouTube 频道。像在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到 YouTube 来订阅老师的频道。老师的 YouTube 是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请大家来 YouTube 订阅然后 hit the button 开启小铃铛，你们也可以支持理查老师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s， 你们可以支持我的 Patreon， 也可以支持我的 YouTube if you want to， it's okay if you don't want to 好，你也可以通过 PayPal 支持老师对，泰国有很多名胜古迹，泰国有非常多的名胜古迹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古代，古代是一个名词ancient times。什么叫古代呢？古代指的是历史上较早的时期。老师觉得如果要到古代，可能要400-500年，400多年、500多年，我们才可以叫古代。1000多年这些比较是古代所以老师觉得古代可能是400-500年前以前的时代，我们会叫古代好，那么我们也学过近代古代、近代还有现代。好的，那老师告诉你现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像今年是2024年，对不对？现代 modern times 叫现代。近代呢，表示是过去的100-200年间。老师觉得100年到300年间都可以叫近代近代英文要怎么说？我不晓得近代，你们可以告诉我近代的英文是什么吗？然后古代我觉得要400-500年以前了，所以特别注意这3种不同的时期。现代就是 modern times， 近代我觉得就是100年到300年之间以前，100年到300年以前我们叫近代。古代指的是400-500年以前了400-500年以前了，我们叫古代好，古代、近代、现代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 应该是现代，不是近代。我觉得是 modern times 是现代contemporary time OK， 近代英文怎么说我也不晓得。好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纸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好，之一就是 one of。纸是中国古代400-500年前，其实纸发明的时期可能好几千年了，对不对中国古代最伟大the most 最伟大 the greatest 最伟大的发明。好，这个词一定要会，发明就是 invention 发明好，之一 one of， 只是古代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近代是 capitalist time maybe I'm not sure， 我也不太确定现代也是对一个品牌车的品牌的名字当代是 contemporary 吧我觉得当代应该是 contemporary
当代 contemporary present day 是现在吧，我们中文说现在好 OK， 好，我们来做题目我们中文说在古代 in ancient times， 记起来，我们中文常常说在古代then a sentence， 在古代 then a sentence OK in ancient times。 好，在古代人们会用石头制造武器和木头。好，这里的头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我们讲的通常是这个一种材料 material， 一种材料，石头木头好，石头就是 stone， 木头就是 wood。 在古代人们会用武器，古代人用的武器是像这个我们叫做矛spear 跟盾 shield， 矛跟盾都是古代的武器，对不对矛跟盾矛跟盾是古代的武器，对不对？好，古代人可能会用弓箭 arrow 弓箭，或者是矛跟盾还有刀也会用刀，对不对好，对，中国古代有4种最伟大的发明在古代人们会用石头和木头制造武器。好，宋平，在古代人们会用石头和木头制造武器。好，再来佳佳在古代人们会用石头和木头制造武器。很棒你们都答对了。好 Mandarin 也答对了 OK very good。 好 Charles， 在古代我们加个逗号人们会用石头和木头制造武器。 very good。 好，我们看最后这个古代跟现代呢，当然是一个相对的现代是古代的反义词那他们也可以当形容词，除了当名词之外，你可以说在古代 in ancient times， 你也可以说在现代 in modern times， 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形容词我们常常会说古代建筑ancient buildings 古代建筑。好，古代建筑有哪些呢？比如像是金字塔pyramid， 对不对？狮身人面像，对不对？还有什么古代建筑呢？万里长城，还有吗？还有罗马的竞技场，这些都是古代建筑，可能是400-500年以前，甚至好几千年以前的人类建筑，我们就可以叫它古代建筑好，还有古代文明各位同学可以想到哪一些文明是古代文明吗？古代文明一定是要很久很久的历史的文明，比如像中国，我觉得古代文明至少也要有1000年以上的国家历史才可以叫做古代文明。所以你们可以想到哪些国家算是古代文明呢？我觉得像是中国、埃及、印度，还有哪里？希腊 Greece 算是古代文明。还有吗？还有哪些国家是有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叫它古代文明？不过有些古代文明已经被摧毁了，已经没有了，像有很多文明已经被摧毁了，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是古代文明比如说像是哪些古代文明？比如说像祖鲁对不对还有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意大利算是古代文明，对不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好，对，希腊、印度、中国日本算是了日本算是古代文明日本也算是有1-2千年的历史了，对不对？日本也算是还有美国不算，美国才200多年，美国不算古代文明，加拿大也不是这个很多我突然忘，玛雅对不对？玛雅文明算是有些文明已经被摧毁了，
有些古代文明已经被 destroyed， 已经被摧毁了像这个玛雅玛雅文明，在这个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好像被西班牙给摧毁了，对不对古埃及很好玛雅文明埃及对所以各位同学，墨西哥不算是古代文明吧好，玛雅或者是阿兹提克 Aztec 阿兹提克好，所以印尼算是古代文明吗？我不晓得耶我觉得至少要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称为古代文明。有些古代文明已经被摧毁了，现在不存在了，像玛雅文明已经被西班牙人摧毁了，不存在了对，阿兹提克 Aztec 我不晓得怎么念，阿兹提克也被摧毁了好 OK， 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法国算是古代文明吗？欧洲的古代文明我觉得是希腊、罗马这些算古代文明，其他的应该还好好几千年的。好 OK， that's all for today。 如果你可以想到哪一些古代文明已经被摧毁了，你可以留言告诉老师，或者你觉得哪些国家也是古代文明有的古代文明现在还存在，有些已经不存在了。然后你也可以告诉老师，你觉得有哪些古代建筑老师还没有想到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万里长城、罗马竞技场，还有吗 ？OK， 好 ，OK， 摧毁摧毁，好，不是摧毁是摧毁 ，destroy、ruin、destroy 这个词比较难，摧毁，被摧毁了 ，being destroyed，被摧毁了。印尼印尼是吗？印度是啦，印尼我觉得不算古代文明印度是古代文明，印尼可能不是印尼应该不是好 ，OK，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上课吧，拜拜，明天见。